太感动了！今天这个机子终于能找到我的航班了。在经历之前的大事故之后呢，今天终于顺利启程，前往哥斯达黎加，但是中间还要转一程在巴拿马，所以到底应该要到晚上了吧。至于巴拿马机场呢，我就下一次正式进入巴拿马的时候再拍吧。巴拿马机场也很像迈阿密一条直道，然后两边都是购物商店，而这儿的购物商店真的是很多，迈阿密多了很多 duty free 的店。在巴拿马竟然还看到了名创优品，哦，不得了！这是味全拉面吗？天哪！还小米，这地方是被中国攻占了是吧？已经来到了哥斯达黎加，它现在是在好吵，一座小城，就是离机场最近的小城。这儿什么都有，倒也是，但是如果要去到圣何塞的市区呢，会很不方便，打车也很贵。因为我明天就要去拉方特嘛，所以就在今天在这儿直接住一晚，明天就找车去那个拉方特就好。但是我现在不确定有没有车票，所以去前面的车站，就这儿的镇车站吧，去看一眼，问问明天的票有没有。蛮重要的。今天非常的不顺，非常的不顺，应该是我出去以来最不顺的第二不顺的一天了。讲述一下发生了什么，这是一个很乌龙的事情。前两天我在坎昆不是已经发现那个机票是买错下一个月了嘛？然后今天我到了坎昆机场，去直机去来哥斯达黎加的时候呢，那个地勤告诉我说要买1个月以内的离哥斯达黎加的机票才可以让我去。我说我不是买了吗？然后一看，我靠，也是下个月的。接着我再往后翻，去麦德林的航班也是下个月的。我连续3程都买，因为那个3程航班是我同一天买的嘛，在10月反正2个月前买的，然后直接是3程都买错。后来我想一下，原因大概是第一个就是春节和新年这个都在月底，然后相差1个月，然后我一直叫过年嘛，你有时候可能两个那个节点就想错了，搞差了，那就直接定到了下个月去。还有一个就是我在那时候在订机票的时候呢，刚好是我在布达佩斯的时候，布达佩斯不是出了那个事儿。说那个事儿以后极具影响我的心情，就导致我可能脑子有点混吧，没搞清楚，最终就导致了这个直接让我付出了近1万人民币的代价，接近，太苦了妈的！这等于说是，我觉得你现在在某个地方省下的钱呢，它可能会让你在另一个地方还出来，就这笔钱早晚都是要花出去的。我之前不是想方设法就是不托运嘛，然后把那个包托付给了我台湾朋友，又去纽约去买了巴塔哥尼亚的包嘛，就为了是我在中美南美接下去可以不托运，结果发现你现在花的钱比这个托运费不知贵了多少了，笑死我，都可以买日摩瓦了。所以你看这就是命，这也很热闹哈，车流涌动，因为这就是一个主干道的一个城区，往北走都是要经过这儿的，好像。我接着说，就是我今天从坎昆先飞到了巴拿马，然后在巴拿马直接转机转到哥斯达黎加，到现在落地是7点钟，然后7点钟以后呢，那个酒店说来接我，结果让我等了半个多小时，他其实根本没从家里出来，那还让我发什么航班号，我无语了，然后又等了半个多小时才到，很累啊，然后就想宣泄一下。所以赶紧录个视频来吐槽一下这个事儿。这个当然我觉得不是，这个当然是我自己的问题嘛，就没看仔细。但还有一个很大的点就是，我因为不是在携程上订，我都是在第三方或者官网上订的，以后它是没有那个航班自动会显示那个排列在那边的，所以我就一个个手动输入航旅纵横嘛。但是航旅纵横
它其实不怎么审核，你知道吗？就我那个日期，虽然我买的日期不是晚了1个月，但其实我填的时候那个日期就是今天，就是对的。但航旅纵横还是让我过了，就审核通过。所以在那个列表里面，其实我看的就是今天应该正常飞啊，或许过2天正常飞这样的航班，我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所以在这2个月里面，我都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我一直觉得挺正常的。要不是今天就一张张打开它那个行程单去看那个，我不然都不知道的。所以就很难评啊。哇，不会关门了吧？这个巴士站，靠，怎么没人啊 ？Let me check， 是不是到了？哦，还有点路，还没到好像。哦，在这边啊，这是巴士站。OK， 那我走过去进去看一下。好的，不顺利的是再加一筹，这个买票的地方已经关门了。然后我问了门口的在等车的小姐姐，她当然这里都说西班牙语嘛，所以我不得不翻译来翻译去。然后她跟我说就要去圣卡洛斯，然后再转车。那好像就算我是明天就正常时间来说，好像也要去圣卡洛斯再转车的搜。其实挺麻烦的嘛，那当然算了，除非我现在再去不是，就明天或许去圣何塞的那个市中心，然后他那儿有个Terminal 7到杠10的一个车站，那个地方好像是有直达可以去拉芳特的。反正这个地方呢，交通呢一直是我很头大的一个事儿。So whatever， 明天稍微早点起来再想办法吧。我不知道，对。其实我不想吃这个，但是这儿的选择好像只有 KFC。就我过来路上就看到一家 KFC， 然后他现在还开着那种开始吃了。饿了，最贵物价来了，中美洲最贵物价哥斯达黎加，这些只要80块人民币。The next morning， 因为车票没着落，总是让我不安心，所以一大早我又出发去买票。这次很顺利，终于让我乘上了这辆大巴。其实位子是真的不太多，他一点都没有骗我。其中最让我惊叹的就是这个路程中的风景。当然，这我已经说过无数次，在很多城市与城市、国家间的穿梭大巴上都能看到很漂亮的风景。但是这种中美洲雨林、热带火山的地貌，我是真的第一次见。随着海拔不断上升呢，我们又开始进入雾气当中。这个就是山体的变化和湿度影响。中途到了克大达，已经开了2个多小时了吧？因为中间穿那个山脉都是云雾，累死了，开得特别慢，就只有一条路。然后在这里买了一些吃食，顺便上厕所吧。其实我觉得去方特的人好像不是很多，大部分人都在这站下。买了个鸡，但他送了我一个面皮，有点像佩皮亚的那个面皮，不知道是干嘛用的。这2个是一起吃的吗？在休息了15分钟后，我们继续出发。中间我在买东西的时候呢，这辆巴士其实开出了这个站，然后在10多分钟又开了回来，一度造成我以为这辆巴士撇下我走掉了。在翻过几座山之后呢，终于到达了雨林地带，这就是拉芳特。落地拉福图纳，应该去掉这个拉，应该就是福尔图纳这个地方。你看这边都是背包客，或许说来旅游的人，非常的明显。哥斯达黎加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区域和还有一个叫 M 开头的那个也不远，但是那个地方呢，看起来路程不远，要坐船，因为它中间有个湖，再转车，这样子耗下来呢也得要4个小时左右将近。那我现在先去我的酒店放东西。哇，这就完全一个商业旅游小镇，看它周围的资源确实是多，所以大家都会选择来这儿。这一路我们已经开了4个小时，如果从圣何塞市中心出来的话，就有5个小时。这个太煎熬了，不是太煎熬，就是太长了。因为最近是整个中美洲甚至南美区域就反雨林地带的一个雨季，所以呢，就是这雨说下就下。刚才还是晴，也不是晴，就是阴的，但是这儿就突然下的越来越大了。
我还得走一会儿。不过这个雨其实无伤大雅的，就是不是我现在背着包的话，我倒是无所谓，慢悠悠走。就是它很绵密，但它不是很大的那种。然后有这种冲锋衣在身上的话，也不是很碍事。但我觉得可能多少会影响一下我接下去的玩的一些项目和行程吧。也是惊了，夺冠技术，嘿，终于来到了我的酒店。这个很雨林，对不对？身处在雨林中间，它稍微离小镇有一点点偏，就是在小镇外圈，不是在正中间的地方。但这地方感觉很不错哦。我进这里很大一个原因是看到它图片上有篮球场，不过现在下雨天打不了，有个吊床，而且甚至有个乒乓球台，但我也不知道有人谁会跟我去打这个乒乓球。反正就是整体是一个很悠闲的感觉，我觉得非常舒服。来到拉夫图纳呢，大家都是为了玩这些雨林中的项目，但是我左算右算，觉得好像时间真的很不充裕啊。这里的潮湿度真的是特别的高。因为我其实接下去时间不多了，所以我赶紧准备去报2个套，等雨停了我就出门。这就有个华为的网络，还有中国人在这。但其实来这边也确实都是游客，所以这儿的英语就不用担心，都可以交流了。就之前的话，还是很多需要用到西班牙语。狭路相逢 ，sorry， 对不起大哥，对不起。哥斯达黎加呢，它不算是它在中美洲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一个国家了。在全球呢肯定不算什么啊，那更不可能跟大国去比。它这些公路啊，包括来的路上，我觉得它都修得很好，就基建还算比较完善，卫生间什么的，公共设施也很干净。可能物价贵还是有贵的道理的，就是他把这些钱可能有一部分去放到基建上吧。OK， 那现在不下雨了，我已经走出来去找一些 agency 订那个，哪儿有？这儿有马杀鸡。70美元1小时的马杀鸡，我找几个 agency 看一下。其实去一个就好了，我也不比较，没什么意义。作为一个旅游超级成熟的小镇呢，拉方特这个小镇就只有餐厅、酒店、旅行社、超市，基本就只有这4项。当地人的那些正常需要使用的设施呢，就比较压缩的比较少，都融入在这里面了。其实大家基本也可以够用吧。这个小镇也很小，我基本转了一圈就20分钟就结束了吧。对，我还问了几家旅行社。其实在这个旺季的情况，现在是旺季，因为是圣诞假了嘛，那他们就是很多价格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没有必要去比较。其实我来到这里呢，想表述的就是，如果你有钱有时间，在哥斯达黎加或许在这一块地方呢，你能玩出无数的花样。它这项目实在是太多了，而很不幸就是，我现在既没钱又没时间。昨天我跟我妈，其实我很少跟我妈聊天嘛，就出来游。在国外时候那时候也是这样，就我们家里没有那种很频繁联系，就是木系，不能说这个我八字的问题。然后，我跟我妈说，我说机票什么什么这个事儿嘛，然后她问我钱够不够，我说肯定是够了。然后他问我南极去，我说南极要10多万吧，就我不打算坐船去嘛，所以我如果是飞的话大概10多万吧。然后他说要不给我打钱，我说算了吧，我说我回国机票都买好了，就是而且确实是贵了点，我这次没有打算去嘛，那就算了咯。所以现在其实我花销已经把所有回国的，包括下面所有旅行程，除了吃饭那种东西以外，基本都订好了，所以钱确实也跟我预计差不多，花了7七8八了，所以就结束了。我实在是主要还是没时间在这边，我这里在待的时间实在太短了。早知道我后面其实应该不订巴拿马，或许麦德林那些行程了，就直接在这里多待1周吧。那我可以在这里玩到飞起。我确实是很喜欢这个，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其实的装备是撑不起这个的，它需要水鞋啊。但虽然你可以说当地买，但是比起的现场买啊这种断舍离，就让我更不能接受这个事儿，你知道吗？我其实是真的不愿意再去买的，然后比没钱和没时间更难受。现在已经刻在我的 DNA 里了，所以我确实不会为这个一些户外项目再去买什么装备了，不然的话我在纽约那时候就应该大肆购买。算了不说。在热带呢，就赶紧去吃冰淇淋必需品。
买了一个椰子口味，这儿也是有椰子的吗？其实我不知道的，但反正味道还蛮好的。然后我接着把这个小镇给走完打算，但是现在又下雨了，就一阵一阵，一会儿下一会儿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有超多可爱的小动物公仔。如果是有时间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在这儿看到的。还有鳄鱼啊，看人家一看就是刚冲回来。看门狗。在这里最大的特色就是一阵晴一阵雨，分分钟说下就下，然后下10分钟立刻就停，真的是比东南亚更东南亚的感觉。跳床永远是最舒服的选择，一旦躺上去你就不会想下。于是我就全当在这儿避雨，顺便午休。树上的椰子呢，我是摘不了的，但是我确实非常想喝。等到天气晴好的时候呢，我赶紧出门去逛一逛这个小镇。我发现除了树林中的野生动物，这种家养的动物似乎也很放肆在这里，非常的悠然自得，似乎一点都不怕受到伤害。这棵市中心的参天大树就是进入小镇的标志，可以说是拉方特唯一的地标。然后呢，我要买一双水鞋在这儿，还是得买呀，毕竟要进冲破布的话，我穿完应该就扔了吧。有好奇的点，为什么两家餐厅左边那家没有人，右边这家人生意那么好？是同一个老板吗？没想到我圣诞快乐餐，他以为我要打包，然后就打包盒吃吧，不过也挺好的。我其实还点了一个猪肉，但是估计也是带套餐的饭，所以就带回去吃吧，要不明天冰起来。这个鱼吃起来挺嫩的，但是它这儿有个东西就是烤香蕉，炸香蕉吧，吃起来有点怪怪的味道。在晚饭吃到尾声的时候，突然天降瓢泼大雨。那大家知道我是非常喜欢下雨的，尤其在这种悠闲的环境中看雨是更好的体验。所以我就在这儿静静地看了20分钟的雨，直到它结束。看起来是他们的，这是教堂吗？也不是，这好像是舞厅诶，是舞堂，应该就是它本来是一个镇集会的地方，然后现在圣诞平安夜就用来做交际，感觉有点像。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发现猫咪也睡觉，但是其中还有一只很活泼的猫，因我而惊醒。Sorry， 我打扰了它睡觉。现在是第2天早上，我就在这边等着。现在就是北车街区激流勇进，现在整个车上现在只有我一个人，他第一个来接我。看到这个地铁 Class 2、Class 3，就23级别、3、4级别，它那个行进路线是不一样的。应该说大体其实主线是一样，但是有很多支流它其实会有些不同。所以来到这里以后呢，我们要先签字之类的东西，然后他会提供一些水果什么给我们。那现在是中午，所以好像没什么人。他们早上那班是已经爆满了，晚上那班下午就再晚点的时候好像也爆满了。这里有鸭子，水里是有鸭子，这水其实还蛮湍急我感觉，但是瑞华那个皮划艇应该是刚好这个水流，再急点就有点危险。导游说上面有一只树懒还是什么东西，总归是看到了。不是很明显，但是可以看到它在树中间。
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青蛙。We saw that yesterday, right? 好，那现在在休整了一下以后呢，终于要开始出发了。这应该就是我们的教练，不是教练，向导。换完衣服呢，我们要继续上车，开到河边去。Roughing 这个活动呢，是有一个导游和一个拍摄小哥跟着我们6个人一起行动，等于说8人一组。车上，这导游会跟我们详细介绍怎么使用这个皮划艇的方式和一些动作要领。开机终于结束了。可以上车回家。还会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饭，因为我没有带 GoPro， 这一次和接下去我所有的水下活动都是不可能拍摄到的。但我觉得真的超级好玩。我们这一船呢是一位菲律宾裔的父亲和一位印度裔的母亲，加上他的3个孩子，我们配合的非常好。虽然翻了一次船，但是大家互帮互助，完成了这次挑战。接着呢，我要去玩瀑布神将，又是另一个项目。现在我们要换成这辆车。A few moments later， 这个真是太刺激了，非常好玩。但是现在才9点半，也就是我们才进去1个多小时，比我预想的要快很多。可能是因为他们5个人服务我们10个人，这速度非常快，早上也没别人。可惜拍不了照片，应该带个 GoPro 就好。终于到走的时候，可惜我只能在这儿待3天。如果能待个10天的话，我还有1个小镇要去，那边还有很多迷雾森林之类的活动，可惜了，下次再来吧。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小镇的活动是非常的好玩，大家一定要过来玩。最终呢，我千辛万苦回到这个地方，回来的巴士呢，它只停到机场，所以我还得再打个车回到最初的那个酒店。就我等于说第1天和最后1天，就跟飞机场有关的2天都住在这儿。And 今天在我们这儿是星期4，所以是今年最后一个星期4，我要去吃肯德基，是疯狂星期4。因为我下午已经在车站又吃过了那个必吃炸鸡，所以到这儿就点一个简单的 KFC 吧。然后我其实现在也没有觉得它物价真的很贵啊，就还行吧，也就标准。但是在中美洲国家，大家对这个概念印象中呢，就是比较穷、落后一点的地方呢，他会觉得它的物价比较高，但它这儿的服务确实是好的。OK， 那我们的哥斯达黎加活动就到此为止了。我知道有很多东西没拍出来，没有办法这个事儿。那以后有机会，我哥斯达黎加一定会再来一次，因为还有很多活动没玩，而且我觉得很适合就情侣出游或者朋友出游，但不适合带爸妈。爸妈就不是很能玩这些东西，而且我爸妈都戴眼镜的，他们要去玩水里的活动的话，眼睛肯定也会很大的麻烦。So， 我们巴拿马见。怎么会？OK， 这也太屌了吧！帅！这是要钱吗？